好，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的節目現場，美國總統川普呢，我們都知道他是商人出身嘛，所以做人處事呢，很多都帶着商人思維。但是各位，你有見過這麼談生意的一個模式嗎？就是川普現在把你的客戶、把你的盟友全部都得罪光了，這就是川普。他最近幹嘛呢？列了一個所謂的搗蛋鬼與模範生名單哦，就是去表揚那一些有幫助美國的啦、比較聽話的國家啦，然後也指出一些沒有那麼願意聽話的國家，有誰呢？包括了傳統的美國核心盟友，像是英國、像是法國、西班牙等國，在這一次伊朗跟以色列打這個美國跟以色列一起打伊朗的戰事中呢，這些國家都是態度消極，要麼就是拒絕配合，就是不想要跟你去搞這個攪和在一起啊。那川普就認為說啊，你們很不夠義氣啊，北約都是紙老虎啊，怎麼就看着我們在打，然後你們所有人就看戲呢？反正川普不喜歡這樣子。那加上前段時間呢，他又不斷放話要這個併購格陵蘭嘛，要攔止這個大冰塊。他說格陵蘭是一個不受管教的大冰塊。那當然格陵蘭聽不下去啊，所以他們的自治的政府總理尼爾森就說，我們不是一塊冰哦。格陵蘭上面有5.7萬人組成的，他們是一個充滿自豪感的一個群體，也是用這樣的話去反擊川普，不要什麼都拿美國那一套的這個銅臭味來講，好像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的感覺。好，川普這一系列不友善的操作，也開始醞釀了一個歐洲的大團結的氛圍，尤其是跳出來的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他最近跟川普是非常的不對盤。他就說：“川普，你真的不用每天都在網絡上或者在現實中這個發表你的演說，好像你的表演欲有點太旺了啊。”他就覺得看不太下去。那想問一下教授，怎麼看這個現象？我認為川普他有3個戰略盲點。第一個盲點就是他的戰場開太多了。他今天要對伊朗動手，還有其他的國際事務，他應該廣結善緣，沒錯，從善如流。那現在。這個他對伊朗動武的這一檔事，其他國家他不站隊，他不押寶，對，是這個樣的，讓川普感覺到很孤單。你們為什麼？你們孬種，你們沒有膽，你們這個不是這個問題。所以你戰場開多，你格陵蘭也得罪他們吶，對不對？你還有其他的關稅戰，你都得罪了。不要說是歐洲，連他的鄰居墨西哥跟加拿大都不高興了。你要把這個墨西哥灣改為美國灣，你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第51州，他們的老百姓會怎麼想？6月還要一起辦世界杯，對，都是這樣啊，對，所以都得罪光了嘛。你今天當個美國總統是世界的獨霸，你就應該在這個方面了，你要方方面面要顧慮得很周到，而不是我行我素。那第二個他的犯的戰略錯誤，我認為他押寶以色列，你一押到以色列，大家知道這是國王的心意，大家為什麼不願意幫美國？是因為你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在這個加薩走廊對這個巴勒斯坦人大屠殺、戰爭罪、種族滅絕罪，你幫助以色列，我們如果幫助你的話，就是幫助以色列。以色列現在在黎巴嫩的真主黨，就是我們講的要建立緩衝區啊，在黎南地區，對不對？那你現在幫助他，他在那邊種族滅絕，你還幫助種族滅絕，你還幫助我帮助你，我就今天幫助種族滅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國家。德國，因為德國他當納粹對猶太人，他對這個很敏感，他現在對以色列是很支持，連德國都不站出來了。你說叫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站出來，沒有這種事情。大家看，你德國都不站出來，德國就最同情猶太人啊。對，那你叫我英國、法國站出來，有這種事兒？所以我們這裡可以知道，德國這個指標都不出來，就知道因為美國太押寶以色列，變成這個狀況，以色列犯了太多的這種戰爭罪。那最後一個，我認為第3個是美國2套標準，大家都不敢說，都不能講。就是說，你要伊朗廢核濃縮鈾交出來，那以色列呢？以色列100枚核彈要不要交出來？你要以色列發展核武核彈，你為什麼不讓伊朗？同樣中東地區，對，同樣是國家，2個完全一樣的。你要他，你要一直炸他核子，你為什麼不要以色列交出2套標準？你今天非常簡單，我講過了。就是要讓伊朗那個交出濃縮鈾非常簡單，以色列你能可以交出來，我們交出來，伊朗馬上順利就交出來了，就是那麼簡單。伊朗為什麼不願意放棄發展核武？就是因為以色列因素嘛，大家都不知道，這是國王的心意，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講，為什麼？因為講了又被你川普又修理了，對不對？到時候給我寄出什麼處分，那我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我還要活下去嘛？这是國防心意，沒人敢說。沒錯。好，川普真的是
挺以色列到底啦。那他熱愛網絡發文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嘛，但也經常讓其他的國家無言以對。有句話說，只要你不尷尬，那尷尬的就是別人。那最近呢，尷尬的是誰啊？是印度啊，有點尷尬。什麼事情呢？就是川普啊，他又發文了，并且是引用了一位保守派播客主持人薩維奇的一些逐字稿。那這個薩維奇本來講話就是比較極端的，他就在前段時間有撰文炮轟了印度裔呢，是不顧這個白人就業的事情，甚至說印度啊，還有其他國家哦，是這個人間地獄哦。說一旦這些國籍的人拿到美國籍，可能就會攜家帶眷，全部都拉到美國來。那這句話聽在新德里也耳朵裡當然是不舒服嘛，馬上回應說會講這種言論，顯然就是你缺乏了解、不恰當，而且非常沒有品。那印度的這個印度裔美國人基金會這個組織呢也批評哦，說川普過為美國總統，但是卻幫這種保守派的播客發他的文章，這樣有點在幫他背書的感覺，這是會進一步的煽動整個種族的言論跟仇恨。還記得這個前段時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訪美期間啊，川普就直接在他的面前講珍珠港事件嘛，讓大家真的是尷尬到一個極限，這哪壺不開提哪壺。那頻頻在不管是外交場合還是在網絡上製造這種言上的情況，我就想知道，川普總統究竟是口無遮攔的一個自大狂，還是他有意為之？因為他知道他的核心選民就是喜歡看他講這些垃圾話，就是吃這一套的這個政治表演秀。反正黑粉也是粉嘛，我只要有流量就好。議員，你覺得是這樣嗎？這個當川普很討厭印度移工的時候，他很可能就會叫台灣來開放印度移工，對吧？你們別來美國，你們要找個地方去，你們就去台灣吧，啊，然後呢，台灣就歡迎印度移工來了。好，那麼川普的這些多次表演，當然不是純粹的口誤失言，都是一場融合了他自己的人格，甚至是媒體操弄跟選民算計的精密表演。那第一個，當然我們從心理學上來分析，川普呢是標準的自戀型人格啊，跟誇大型自戀、惡性自戀的典型，叫做臨床樣本，對吧？就是他充滿了一種我即真理的認知框架。那不管事實如何，反正我講的就是对的，对吧？反正我說了算，那一切的資訊都是以我為主啊，你其他都是fake news 啊。所以呢，所有的一些評論也好，或者是對於事實的客觀發言，他根本不在乎真假，因為到了他這個地步，到了他的職位，他說的話就是真的，你媒體就得要報，大家就得要討論。而且他缺乏共情，往往都是以攻擊為樂，幹嘛就破壞對手啦，然後呢去罵別人啦，去嘲諷別人啦，絲毫不在意別人的感受。再第三個，他有一種活在當下的情緒驅動，什麼意思呢？是一種不受約束的現在享樂主義者。就不論是在國際的場合，或者說這個政治上面的一些資產，尤其像外交的資產，對吧？這都是要長時間的去維繫跟鞏固。沒錯。但對他來說不重要啊，反正我當下爽，對吧？我要退群就退群，我要罵你就罵你，我要對你幹嘛就幹嘛，反正我當下爽。所以他根本不在乎這些所謂的外交成果，因為外交損失的是長期未來的事情，但網絡熱度或者現在的討論是我現在的事情啊。那第二就是他的表演藝術了，就黑粉也是粉嘛？為什麼？就主要是精準的來區分受眾，所以他的每次言論都不是針對全體國民啊，當然也不是針對世界性的人，是精準的要告訴自己 MAGA 的基本盤。那這些群體他們喜歡什麼呢？就是這種高右翼的威權主義傾向跟社會支配的取向，他們希望強人的領袖，對吧？然後對移民啊，對全球化是感到很焦慮的啊，所以他才要去抨擊印度啊，指責這些外籍的移民，這是符合他的基本盤對於外籍移民的一種不安全感跟排外情緒。是，所以他早期才會強調啊，最好要能夠蓋一座長城啊，對吧？就是外面的人通通都不要來啊。所以把很複雜的社會議題都簡化成可惡的，都是外面的人很可惡，對內凝聚，對外呢劃清界限。所以這其實都是有精密的算計。是，好，如果說這個背後的網絡言論啊，都是精密的算計，然後表現上呈現出來是逞口舌之快的話，那接下來這個數字呢，就真的是令人心寒了。什麼數字？1110。好，這代表着什麼？這其實是曾經阿富汗戰爭中那些冒死為美軍工作的阿富汗人數量當中，可能是翻譯啦，可能是協助美軍的後勤的，種種這些阿富汗人1110個。好，他們被安置在現在卡達的塞利耶陸軍基地的一個難民營內。那在拜登時期的時候呢，有承諾過好，我們這樣打完了，對於你們曾經幫助過美國的這些人，我們要給你們庇護。但是到了現在川普政權，他打算
不管這些人了，把這些人打包送去非洲的刚果，管你什麼，不管你死活哈。那這些人会让人想起當年的這個西貢陷落時的慘況，只是這一次西貢時刻變成了剛果時刻，因為這不僅是移民問題哦，你要讓美國國內接收1100名這個阿富汗曾經幫忙美軍打仗的人，美國的社會輿論或許也不是剛才像議員講的 MAGA 那個核心族群想要聽到的，所以呢，就把他們送去非洲吧。這已經是一個國家信譽的破產。那難道說對川普總統來說，反正我阿富汗戰爭打完了，你這1100人對我來說就是過河拆橋嘛？我就是用完即丟的耗材嗎？可以這樣嗎？還有道德嗎？想問一下李將軍。美國在阿富汗打了20年的戰爭，那時候打仗是什麼？為什麼會有出現這些阿富汗的難民呢？他那時候在那邊打仗，他扶持了一個阿富汗的傀儡政權，然後跟阿富汗裡面的塔利班政府來作戰。对，那這場戰爭，這個美軍協助當時所謂的阿富汗政府，總共打了20年，那花了多少錢？花了2.3兆，幾乎每天要將近花80億美元。其實你仔細去了解，其實這些錢美國自己是很浪費的。他到處去請當地的人做很多事情，其實都這個，或者是他們自己軍工產業，或者是運輸後勤，幾乎全部都貪污掉了哈。所以花了2.3兆。當然，在拜登的時候，他們認為這場仗打不下去了，不願意再花這些錢，也打不贏哈，也不可能作戰獲勝。所以那時候就從阿富汗說撤軍回來，撤軍回來，那就把這個軍隊哈，這個交給阿富汗。那時候他們扶持的這個傀儡政權自己去應付塔利班，但是我一直記得，我想大家都記得那一刻，美軍一走的時候，這個政權根本撐不了2天，就被塔利班政府滅掉。滅掉的時候，那時候有多慘？我們看到這個美軍走的時候，那真的是慘絕人寰啊！這些家屬哈，他因為他幫美軍那時候在幫美軍當翻譯、當向導哈，那站在塔利班的立場來看，你們是叛徒啊，你們是漢奸的，不能說漢奸，阿奸哈，這個把阿富汗的奸細，你是幫美國人來打我們，所以一定會對他們展開這個，尤其是說按照穆斯林的教法來講的話，那後續可能是不可能有任何活路。所以我們看到那種慘狀，就美軍在那邊的時候，隔着鐵絲網拉的那個婦女啊，將自己小孩就丟給美軍，叫美軍幫他把小孩帶走，他自己死在這邊沒關係，讓他小孩有一條活路。我記得那種鏡頭，這個拍了好多鏡頭，甚至於後來他們為了能夠活命，那個飛機已經起飛了，就他們扒在翅膀上面，然後飛到半空中，人從這飛機上掉下來，就這個，因為他留在阿富汗一定會被塔利班這個處決嘛。這種狀況之下，後來就有一批這個比較幸運一點的，這1100個人就跟着美軍。這個到了這個卡達這個難民營哈，那事情也經過了這麼多年，合理來講，你美國應該提供給他們該調查的，或者是他是不是塔利班假混頭幹嘛，你應該都已經調查過了。合理來講，你就應該給他美國公民證，因為他幫你們打仗嘛，他當向導、當翻譯，然後帶路打仗幹什麼？結果他如果說回到阿富汗只有死路一條，結果沒想到美國居然現在幹這種事。為什麼美國要幹這種事呢？第一個就是川普自己的這種所謂的移民的政策，緊縮政策，他不願意再接收所謂除了說是美國安格魯撒克遜的人之外，他全部不接受。就算你幫我打過仗，就算你幫我賣過命，我也不會讓你到美國來。那第二個，這時候他居然跟剛果達成一個協議，就是說剛果收美國的一些被驅逐的一些非法移民的話，你剛果願意收哈，他給美國給這個聯合國難民的高級事務專員5000萬美金哈，那是不是就說我給你5000萬美金，你幫我把我自己不要的人由你們來接收？我覺得這是道義上的問題。那在這種狀況下，這個世人看在眼裡哈，那誰還願意，誰還敢幫你以後美國去打仗？在美國這種事情，其實在全世界屢見不鮮了哈。你今天幫美國賣命之後來講，美國就將你置於死地。這些人他回到阿富汗只有死路一條，到塔利班，我覺得他也很難活得下去。了解。好，這段節目我們講了非常多美國在國際還有一些政策上面這個比較令人詬病的地方，但下段節目我們要回來是要講美國國內現在期中選舉的風向哦。民調數字對於川普還有整個共和黨來說是越來越不利了，而且一人害全黨的這個風向呢，真的是越吹越強勁嘛。還有去年大動作發起的這個對等關稅，搞到最後啊，竟然變成了笑話一場嗎？更多的專家精闢觀點，我們待會告訴你。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